好，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介绍 STM32的状态机。首先打开 IDE， 好，项目的设置我就不再重复了，不清楚的朋友可以点击前面的视频。什么是状态机？状态机是表示有限个状态以及在这些状态之间的转移和动作等行为的数学计算模型。简单来说，就是根据现在的状态和动作行为判断出下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简单的例子。相信大家都看过这种投币的饮水机吧？它基本上可以分为4个状态，分别是接收硬币、接收到足够的硬币、开始供水和暂停供水。机器一开始会在接收硬币这个状态，当接收到硬币的时候，硬币数量就会增加，同时判断硬币是否足够。如果足够的话，会跳到下一个状态；如果不足够的话，则停留在上一个状态。当硬币足够的时候，用户还可以继续投币，以增加供水的数量，或者是直接按按钮开始下一个开始供水的状态。在开始供水这个状态，会设置一个计时器，计时器的周期为1秒。当1秒过后，会递减硬币的数量，直到硬币数量为0，则回到最初的接收硬币状态。如果这时候用户按下按钮，可以停止供水。在停止供水的状态，用户也可以按下按钮继续开始供水这个状态。好，今天我们就是要通过 STM32 来实现这个状态机。将相应的文件拷贝过来。添加相应的代码。好，编译。打开 main.c， 这里调用 main load。main load 主要是通过事件 event flag 来获取用户的动作和行为，这里指的是投币和按下按钮。进入检测事件之前，要使能计时器，然后初始化祛斗计时器和初始化状态机。打开 stepmachine.h， 这里定义一个枚举，里面包含4个状态，然后再定义一个结构，里面包含用户的动作行为，
分别是初始化、投币和按下按钮。打开 Step Machine.c， 看一下初始化这个函数。Go to 是一个函数指针，是进入下一个相应状态时一定要设置的代码。比如说，进入投币的时候，我们必须将硬币数量设置为0。当进入开始供水的时候，我们必须开始这个计时器。当进入暂停供水的时候，我们必须停止这个计时器。对应状态图的话，分别就是这3个动作：清零硬币数量、开始计时器和停止计时器。接下来看投币动作。投币动作这里也是一个函数指针，会根据现在的状态调用相应的函数。由于后2个状态投币是没有效果的，所以这边只会有2个函数。当在接收硬币状态下，硬币数量会增加，同时判断硬币数量，如果足够的话，会跳入下一个状态，硬币足够的状态。在硬币足够的状态下，只会增加硬币数量，分别对应状态图的这个动作和这个判断。现在来看最后一个动作，按下按钮。第一个状态按下按钮是没有反应的，所以这边填难。后面3个分别是，当有足够硬币的时候，会跳到下一个开始供水状态。当在开始供水状态下，如果按下按钮的话，会进入暂停供水状态。当在暂停供水状态下，按下按钮的话，会回到开始供水状态，分别对应状态图的这3个动作。最后，当硬币数量递减到0的时候，会回到最开始的状态，接收硬币状态。对应状态图的这个动作。最后我们回到 Menlo.c， 当检测到事件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知道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只需要告诉状态机用户的行为动作，状态机自动会根据不同的状态执行相应的操作和代码。好，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打开 Printf， 进入接受硬币状态。这时候按下按钮是没有反应的，必须先投币。当投到第5个硬币的时候，进入下一个硬币足够状态，这时候继续投币。
好，此时按下供水按钮，开始供水，再按下供水按钮，暂停供水，再次按下供水按钮，直到供水结束，回到接收硬币。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希望你可以点赞、订阅及转发。有任何疑问或是感兴趣的话题，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次再见。